那首先我们还是调一个底色来备用，底色是这个太白、三绿，还有这个胭脂。底色用这个太白、三绿，还有这个胭脂。底色是这个太白加三绿加胭脂，就这样子把它调和。然后哪一种多一点，哪一种少一点都不是很重要哈。调好之后，我们可以试一下。那我们画浅色的时候，我们调底色的时候，我们画浅色的牡丹花，把底色调的浓一些，然后颜色也可以深一些。然后我们画深色的牡丹花，可以把底色。就是中间的啊，就不深不浅的那种，你把底色可以调稀一点。然后你画特别深的那种牡丹花，就是我们就可以不用底色，明白吗？好，我们试一下，大概可以了。我们的底色调好，放在一边备用。那么画这朵花，这个花头它也是一个包菜型的，但是比较有姿态的包菜型，然后它是一个这个比较浅色的。来，我先来还是给大家分解一下吧，来给大家分解一下。那这朵花它是也是一个稍微正面的一个包菜型，但是它不是包着的，它已经开放了，所以它的花心我们都能看得到。像这朵花它也是一个包菜型，也是一个盛开的。每一朵它的姿态都是不一样。那我们以前画包菜型都是在画一种姿态，就是让大家去熟练去练习这一种姿态。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要画这些包菜型，我们要画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包菜型，那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分成两层去画。这个是花心，中间的这一层我们把它分为几块去画。来，一块、两块、三块，我们还是把它分为四块去画。这边的花瓣可以往里往下，这边的花瓣可以朝着花心，那这边的花瓣呢，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那我们以前是不是画这个包菜型的，是不是每一个的花心都是朝着中间的？那现在我们就不要这么朝了，我们这个花心我们这个花瓣的走向要多一点的这个变化啊。这边的花瓣又朝外面。就这样子的朝向去画这个花瓣啊，就是这个花瓣它不是我们刚开始画的那种全部朝里面包成一个这个真正的包菜。那这个包菜它就是开花了的包菜，已经开了的。然后外面会画一些这种大花瓣往外展，四周画一些这个大花瓣往外展就可以了。那每一个地方的这个花瓣怎么画？每一块，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好，我们先来调色。首先我们来分解一下颜色吧，来大家一起分解一下颜色。大家看一下这朵花用什么颜色，来一起分解一下颜色。底色还是这个太白三绿加胭脂。
玫瑰红和曙红是可以的，玫瑰红、曙红，然后胭脂，玫瑰红、曙红、胭脂可以，那就用这个颜色哈，就用这些颜色来画。好，我们底色刚刚已经调好，放在一边备用。那我们在画的时候，来试一下这个底色是不是太干了一点点。如果觉得太干了，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再加一点点这个水分进来，稍微的加一点点水分进来，尽量不要太干。太干，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点走不动，会显得很多这个粉。加一个珠标也是可以的哈。来，加上一个珠标。好，首先我们来把这个要用的这些颜色给挤出来，珠标，加点珠标其实可以的。玫瑰红，曙红胭脂。来，我们首先来调色，我们可以把这个珠标调一点点哈，珠标只是打一个底，稍微调一点点在这个笔肚里面啊，可以调上一点，调到1/2的地方，让它薄薄的一层，不要调太多了，薄薄的一层，薄薄的一层。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玫瑰红，玫瑰红也是薄薄的一层哈。我们画反半的时候，颜色调少一点点，然后再调这个曙红，然后调曙红。来，我们试一下颜色。每次调色的时候啊，你看我这个笔尖这个曙红颜色是没有调均匀，没有调均匀，它会出现这种颜色这种颗粒感，看到了吗？就是你们在画的时候，那这样子就是有颗粒感，就是颜色没有调均匀。就是我的话，我画的话颜色都可以，都有的时候会调不均匀，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细心去调颜色，调久一点。我们这个笔是睡在这个盘子里调的时候，这个笔是要不停的转动，让这个颜色360度都占饱这个颜色这个笔肚里面去啊。然后颜色不要在笔肚里面不要有颗粒，然后颜色你要是调好，你要拿起来看这个笔，你转一下去看它的颜色都是均匀的，而且它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啊。笔尖要稍微的有一点点深色，当然笔尖这个深色也是要调均匀的。调好之后，我们来试一下颜色。这种粉嫩的颜色也挺好看的啊。这个颜色像这样子就已经调均匀的，这个还是算调的还挺均匀的颜色了。好，来给大家示范这个第一部分啊，一个部分的给大家示范啊。那我们现在来示范这个第一个部分。那比如说这个花心，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地方，好，我们来调色，补充一点点颜色，笔尖要有一点点这个深色的。那第一部分，那我们画的这个中间这一块，它全部是一些反瓣，我们全部先画一些反瓣来搭架子。那这第一部分它就也是一个反瓣，是我们让它朝向啊。刚刚按照这个箭头，我们设定的这个箭头的方向去画这个花瓣。设定的这个箭头，你们先去分解这朵花的时候，就先把这个花的这个结构把它看清楚。好，朝下啊，朝下，我们一层一层的来推过来，点一下，然后再推，再推啊，再推。那这两边还可以继续延伸，长一点，这个花瓣还可以再长，是吧？可以再长，让这个花瓣
然后再补充一点点笔尖，补充一点点颜色。我们来画下一层，下面一层我们要再可以大一点点哈。那这一层这么小了，我们下面一层我们就变大一点点，让这个花瓣。那我每次起笔的时候都是从这个缺口的这个地方去起笔，然后我们也是一样，这个花瓣这样子伸出来这个角，然后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把这个花瓣再延伸出来，延伸出来。好，这个是第二层。那我们再来一层，那一层稍微窄一点，这一层是比较宽一点。那么再来一层，这一层我们要更加窄一点点啊，让它有这个宽窄的这种变化。那你像这样子去点，哈，到这个缺口这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如果笔尖没有深色，你这颜色就没有办法由深到浅的变化，那你到时候画出来这个花，它就没有这个颜色的层次了，明白了吗？好，这个第三层，你看每一层它的这个变化都是不一样啊，每一层它的大小都是不一样。那这里只画3块吗？只画3笔就可以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还可以继续加哈，这个层次可以继续加哈，这个层次。然后这里还可以再加一些层次啊，或者是后面再加一些，加更多哈，更多的这个层次。那都是朝着这一个方向的，这个反瓣搭这个架子，都是沿着这个花心。你看这个花心在这里，这一块的这个花瓣都是朝着这里往下画啊。这个是第一部分的一个花瓣。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部分的花瓣。第二部分这个是花心，那第二部分的花瓣是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第二部分。那第二部分的这个花瓣，我们刚刚在我们分解的时候，它的花瓣的走向是这样子走的啊，它不是一个常规的走向，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走向。那我们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的花就要各种各样的走向。来，我们再加一点底色，笔上干了，我们就补充一点点底色。补充了底色之后，我们每次补完底色之后，第一个颜色都要先补充一层。好，这一块的这个花瓣是这样子一个朝向，那我们就这么画啊，把笔反过来画这种反瓣。你看这个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花瓣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掌，假如说是一个花瓣，花瓣有一点这种凹起来，那这个花瓣就是这个正背面的啊，正背面。那我们打这个包菜形的这个花的中间这一部分的这个架子，打架子所有花瓣都是这个背面的，只是说不同角度的背面。那我们现在画这一部分，我们要画这个侧面的背面，那可能有一些部分又是这种看得到一点点的这种背面啊，看得到这个像这样子啊，这个花瓣像这样凹起来，看到这个一点点啊，那有可能是看到这个一点点，有可能是看到侧面一点点，或者是再侧面一点点，更小一点点，就是各种不同角度的这种反瓣，啊。那这个花瓣我们先来画一个大的，来带点钩，按下去提起来，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拖一个花瓣。那这个花瓣的形状我们没有必要说严格的把它要求一定要画多么规矩啊，就画成这样子也是没有关系的。特别是我们手像这样子反着画并不好画。那么画了一个之后，其他的花瓣就延伸着它这一个花瓣去画啊。那我们这里可以从里面再来一层，啊，穿过来，感觉从里面穿过来一层啊。来，还可以这样子包，这个颜色没有调均匀，看到吗？这一笔我的颜色没有调均匀啊。来，这里可以更短一点的，更短一点。
短一点，旁边也有更小一点点。那这3个有点平均，我们在里面再加一些这种细节啊，这种小小的，那可以在这个后面再来加一个，后面可以再加一个小小的这种细节。那这样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花瓣，基本上也可以了。或者是你在外面再来加一个，让有一个跳出来的，让有一个花瓣跳出来，让它有一个这个多少的这种对比关系啊。这一块就是这一块的花瓣。那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画的时候就看什么？这个花瓣有什么？花瓣有这个大的哈，有这个大的，也有这种小的，有大的有小的，有这个长的，这个稍微长一点点，又有这种很短的。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画这个花瓣的时候，都在画这个变化，画不同。珠标，然后调这个玫瑰红，每次调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啊！反复的讲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均匀，颜色没有调均匀，你显得整朵花都是显得比较干枯。颜色水分，这个调色调不好，水分大，只是因为你的练习还不够，尝试的还不够，所以要多尝试多练习哈。我们来画第3部分啊。第3部分的这个花瓣，这个花瓣又是这样子的走向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向。那这个花瓣往这里走，我们就朝着这个花心的地方，我们先画一个，按下去提起来，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一下。那先画了一个花瓣之后，其他的花瓣就沿着这一个花瓣的周边去画啊。那这个花瓣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下一个我们就画一个比较窄一点的哈，也是很长。那窄一点的，我们下一个我们就不要跟它平行的画，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一个的半中间来画一个。那这个又可以宽一点点啊，来补充一点点笔尖，再补充一点点深色，来，我们这里这么多长的，我在后面补充一个短的。短的后面我们再来一个，跳出来一个。那这一部分的花瓣我们可以就这么画啊，就这么画。这几个又在一起啊，也是一样的跳出来一个。那这个花瓣也是一样的，有这个宽的，也有这个窄的，那也有这个长的，也有这个短的，都是在画这些对比关系。那水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水渍，看到了吗？水是晕出来一点点水分啊，就是看这个水印，看到了吗？就晕出来一点点这个水印。你看这个笔点在这个纸上，它会这样子走开，这个颜色会这样子走开。然后这里这个水印看到吗？边缘这里是水走色流。水走色流，这个颜色都是正常的。那像我这一笔，你近看这一笔是没有调均匀的，就是颜色没有调均匀，一画出来都能看得出来。就是我在画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大家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一定要仔细一点，哈，一定要有耐心哈，有耐心。好，我们把第4块画在这个下面啊，第4块画在这里，因为这里有空间。把第4块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花瓣我们又是往外面走。好，先是补充一点点颜色，那我们笔肚里面有水分的时候，我们就不补充这个水分了；有底色的时候就不需要补充底色。当你笔上干了，画不动的时候，你才去补充底色。好，这个地方的花瓣朝这里，呢，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先画一个，都是这种反瓣啊，都是这种侧面的花瓣。
然后你画了一个之后，其他的花瓣就往延伸，就在它的周边去画出一些变化，画出一些变化，画一些大的，一些小的，一些长的，一些短的，然后有一些穿插的，你看中间来一个穿插的，那有一个从对面的，就是这样子对着来画的，就是跟它对着这样子的来画的，哎，里面再来一个，再来一层。那这些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可以跳出来一个。那这一边的花瓣我们就可以这么画了，大概就是朝着这一个，朝着我们的这个箭头的这个方向去画啊，四个地方啊，4个地方的花瓣，4块的花瓣就这么去画。大家可以把这4块的花瓣可以截一下屏。这4块的花瓣截一下屏，你把这4块画好了，这朵花基本上你就成功了，知道吗？把这4块画好了，你这朵花就成功了。把这个架子搭好了，这朵花就好看了。好，我们拿一张纸来画这朵花啊，按照我们刚刚分解的一块一块的去来画。好，我们首先笔上还有水分的时候，我们还是调色，把颜色调好。笔尖要有一点点，你看这个颜色，我在调色的时候，这个盘子里面是没有颜色的，看到了吗？没有水分掉下来。如果你在调的时候，这个水分都掉到这个碟子，掉到这个盘子掉下来，那说明这个水分就大了，那个水分就太大了，就会晕到一起了。好，我们来首先还是刚刚按照我们的分解的来画这一块的这个花瓣，来一笔。推一笔，点一笔，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推一笔，点一笔的这种方式，大家粗写着，慢慢来哈，慢慢来，来这边再点一笔，然后继续推这个花瓣，让它更长。那我也可以推到后面来，让它转一个弯的这种感觉啊，让它有一点点这种弯度，让它有一点点姿态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再补充一点点，笔尖再补充一点点深色，再来画第2层的。那第2层，我们第1层很窄，我们如果画第1层很宽，那么第2层我们就画窄一点点。我们画第2层的，沿着它画花瓣的时候，我们都是从这个花瓣的这种缺口这里下笔啊，缺口这里下笔。我们第2层可以宽一点哈，点一下，推过来点一下啊，再推过来一点。好，这个花瓣可以往后延伸，往后延伸，让它长一点，让它长一点都可以啊。那现在我的笔上有一点干了，有一点干，我们就轻轻的在这个底色里面蘸一下，轻轻蘸一点就可以了，不要蘸太多了。你如果一次蘸太多，水分就多了。好，我们这个花瓣到这里又变小了哈，变小了，然后也是一样的，伸出来一点点，伸出一点点。那我们从这里，我们让它的变化更多一点，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缝隙里面又来一个哈，来一个小的花瓣，来一个小的花瓣出去。这样子，这个花瓣是不是我们画到后面，我们的花瓣要画的更多一点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我们画这个颜色还是深了一点点啊。这个我们画这个反瓣的时候，颜色要调的更浅一点，但是我怕更浅了大家都看不清楚，所以我们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深。当然，它干了之后，颜色会变得更浅一点点。然后我们再画第3层哈，第3层的时候，那第1层是窄的，第2层是宽的，那么第3层呢，肯定也要更窄一点的哈，更窄一点。那我们就窄一点的点，还是用这种方式啊，推一笔，点一笔，推一笔，点一笔，这种方式去画这个花瓣，你就不至于说把这个花瓣给画坏了。
好，我们这一层。来，我们这一层继续来。好，我们你看这3层的花瓣，3层花瓣它都是有变化，一层窄，一层宽，又一层窄。那我们这边我们可以来一点点这种花瓣的这种边缘出来哈，这种花瓣的这种边缘可以伸一点点出来。来，这里边可以来一点点小的细节，来一点点小的细节，让这个花瓣后面感觉还有花瓣出来。让它后面还有花瓣出来，这种感觉看到了吗？让它层次显得更加丰富一些。这里都伸出来一些花瓣，来笔尖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颜色，笔尖补充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因为是浅色，所以一定颜色一定要少，不要太多颜色了，不要太多颜料。那我们后面这里我们再来补充一个啊。好，我们现在笔上有一点点干了，这样子层次会更多啊。笔上有点干，我们加一点点底色，轻轻的加一点点底色。加完底色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先调一点点这个珠标。好，我们这个层次让它这一朵花的层次让它更加丰富一点点啊。这里来了一个长的旁边，我们还可以再来哈，再来更小一点的这种细节。来，再来。让它这个花瓣显得很丰富啊，这个花瓣让它很丰富。这块花瓣我们又多加了几个花瓣进来哈，多加了几个花瓣。那这一块我们让它更多。好，这一块就基本上可以了，这一块基本上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画这一边的，这边花瓣我们是往外的，往这个方向。刚刚给大家示范的时候，看到了吗？它是朝着这一个方向，朝着上的，就是跟它对面来画的这种感觉，跟它对着来画的，两个反瓣是对着的。好，我们来补充一点点，笔尖补充一点点颜色，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颜色没有调均匀，你画这个花瓣就不会好看的。那我们大概的要看一下这个花心在哪里哈，大概花心在这个位置。我们先把花心的位置大概的定一下，花心的位置，然后就知道这个花瓣要从哪里开始了啊。这个花瓣基本上从这里开始，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往后拖。那可以拖长一点，那这么长也行哈，这么长也行。那一个花瓣画好了之后，我现在补充水分都补充的很少，所以大家刚开始学的时候，你也是补充水分补充少一点点，你就不至于说那个水分多了你不好画。你看水分少的时候，就画一笔水分就没有了啊，画一笔水分就没有了。对，如果说你的水分太大了，你就稍微的再把这个底色稍微调浓一点点试一下啊，稍微调浓一点，你要多去尝试这个东西的话，我教你们了，但是你们要多去尝试啊，多去尝试。你浓一点不行，你就再淡一点，淡一点不行，你再加一点，就这样子啊，不断的去尝试。好，画了一个之后，其他的花瓣就延伸啊。这个朝着它的旁边去延伸啊，这个更小一点点的，来一个小小的花瓣在这里。
来一个小小的花瓣，从它里面再伸出来一个，哎，再伸出来一个。好，你看这两边的花瓣这样子跟它包起来，对着给它包起来了。好，我们这一个大花瓣，我们后面再来一个，后面来一个。这个花瓣我们可以让它长到中间来一点点，长到这个花心这里来一点点啊。像我们画这些包菜形到最后啊，这些包菜形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姿态。来，这个大的花瓣旁边，我们来一个小的，把它包起来，让它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好，我们第二部分的这个花瓣，我们就画这么多，就这么多哈。这个第二部分的花瓣。第二部分的花瓣我们就画这么多。那我们实际在画的时候，我们可能跟这个示范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出入啊。示范的时候是大概，那我们实际在画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个画面，根据这朵花的变化而变化。好，我们再来画这一块，画这一块的这个反瓣啊，这个现在都是搭架子包起来。好，还是一样的反瓣，按下去提起来，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来画一个大的之后，其他的就有一些小的，大的旁边就有小的，小的旁边又有这个大一点点、长一点点的啊。好，这里来一个短一点的，短一点的，然后从这个短的旁边又伸出来一个小一点的，小一点的啊，往这边，那这样姿态会更丰富一些啊，姿态会更丰富一些，有长有短有。你看我现在水分又没有了，才画了几个花瓣，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再来补充一点，哇！按下去提起来，你看都是画这些反瓣，这些反瓣大家都会吗？就是你各种不同方向的去画反瓣。好，颜色要调均匀哈，大家看一下我的笔尖刚刚是没有调均匀的，再来调一下，仔细的调一下。好，画这么多，看一下够不够啊？这么多花瓣基本上也差不多。这个缺口这里再来一些，再来一些更小一点的，更小一点的细节，小一点的旁边再伸出来一个。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可以了，够了。然后我们再画一下这一块的花瓣，这一块直接是朝这个方向的，朝外边的这个方向。好，我们来补充一点点颜色，笔尖补充一点点颜色。来，这花瓣让它有变化一点点哈，不要画的太标准了。那我们再画这种基础的包菜形的，我们的花瓣都画的很标准。来，有正的，也有反过来的，也有反过来的。
好，这个宽的里面来一种窄的，你看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花瓣，你直接去加它，各种各样的花瓣去加它。其实这些花瓣都是这样哈，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说你有大有小有变化的去加，有意识让它有变化的去加。那这里还有一个缺口怎么办？这里还有个缺口没有闭合。其实我们这4部分的花瓣已经画完了，但是这个还有一个缺口没有闭合，那我们再画一些朝里面的这种花瓣就可以了，再添加一些花瓣就可以了啊，在这里再添加一些花瓣，让它还也是一样往里包起来，来有大的有小的，有更小的，有小的还有更小的。来，小的旁边还有更小的。那我们天马行空，画画就是天马行空。你这个花瓣，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啊，你就可以任意的去画。那这个架子基本上就搭完了，我们这朵花的架子就搭这么多就可以了。这朵花也是很丰富的。实际上你们在画的时候，你可以简化一点点，可以简化一点点。你在最后画的时候，你就可以千变万化，你这个花瓣你可以任意各个方向都有。那我们刚开始画这个包菜形是不是很规矩啊？很规矩，这边就是这边的，这边就是这边，这边就是这边，4个方向都是一样的，就很规矩。那我们画到后面，我们这个包菜形就不能老是画那个，它不可能都是长得那么规矩的，它总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各种各样姿态我们都要画一下。就是画牡丹花的话，你如果说把牡丹花全部画成一样的，它是不是就不好看了？所以说我们要画成各种各样的才好看。好，我们来补充里面的正瓣。那现在开始去补充里面的正瓣。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颜色要调饱满，颜色要调饱满一些。颜色多调多一点哈，调多一点点，然后调一些曙红、玫瑰红、曙红。你要最深的地方，你可以加一丁点这个胭脂进来。你从哪里开始补都可以哈，从哪里开始下笔，哪里有缺口，把这些架子搭好之后，我们就要把所有的缺口里面去补充正瓣。那补充正瓣，我们从这2个反瓣的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好，从缺口最深的地方，笔尖侧锋过来，走过来，好，这样走过来一笔就补充了一个。从根部这个地方开始补起啊，还是一样侧锋，笔尖补充颜色，来侧锋，水分稍微的有一点点大，来这里有一点点，还是要从笔尖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过来。你走的时候，这个笔要有一点点这种停顿的这种动作，就不要直直的过来，直着过来这个花瓣就显得特别圆，就没有这个灵动感，没有这个灵气了。好，都是一样的侧锋。为什么要侧锋？侧锋就是你的笔尖颜色是最深的，笔尖颜色是最深的，笔肚是不是比较浅一点点？侧锋过来，颜色它就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这种颜色。笔尖去补充颜色，然后笔尖在这个缺口2个反瓣缺口最深的地方，这样子侧锋过来，你看这一块补上了之后，就显得这个层次出来了，颜色的层次是不是出来了？这个缝隙里面稍微的加一点点哈，加一点点，颜色层次出来了吗？这朵花不一样的感觉是吧？好，缺口最深的地方去补充。
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曙红，那这个花瓣伸出来一点点，继续来补充一个。那像这一个小小的一个侧面的花瓣，我们也是一样，要补充一个小小的侧瓣出来。好，这样子感觉这个花瓣就走出来了，是吧？这种深浅的颜色，深浅的这种变化就能体现出来。好，我们来补充颜色，补充颜色。好，我们来补充这个正瓣。我们现在要做的都是补充这个正瓣啊。好，我们来继续来补充这个小的。看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直接补过来。笔尖要有最深的颜色，最深的地方可以加一丁点这个胭脂进来哈。你看这里小小的细节也是要补上。来，这个笔肚的颜色是比较浅一些的，所以越到笔肚颜色会越来越浅。笔尖要不停的去加颜色，要加颜色。那你要笔尖没有加颜色，它的颜色就没有办法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我们要做到这个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渐变的颜色才好看。好，我们继续来补充。笔肚里面现在有一点点干，我们加一点点底色，轻轻的蘸一下。好，我们继续来补充这些，像这个缺口里面比较大。来补完之后，我们这个边缘这里可以稍微去调整一下。来，像这个缺口，我们可以补充一层之后，可以再加一层。然后这一层让它包过来，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笔啊，颜色不够均匀，就是颜色没有调均匀，一画出来就看得到了，真的是太明显了，颜色没有调均匀。好，笔上又干了，我们又得加底色。好，来继续补充
把这所有的反半露出来，这种反半露出来这些反半里面都补上这个小正半。那颜色的话，越到上面，我们的颜色是越来越浅。这朵花里面，每一朵花里面的颜色，它都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我们在画的时候，就不要把这个颜色都画成一个层次了。那如果把一朵花的颜色都画成一个层次，那么这朵花肯定它就不好看啊。好，这个是露出一点点哈，露出一点点。那这一个反半也是一样的，露出一点点，让它这样子包过来。那像这些缺口，我们可以直接去补上一些碎花瓣，碎花瓣。直接补上这些碎花瓣。好，这个里面的架子和里面的正半是不是都补完了？那下一步该做什么？下一步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好，我们画外面一层的花瓣，我们颜色要浅，然后我们把这个桌标调多一点点哈，调多一点点。我们来画展开的这个大花瓣，首先我们在这里来画一个，来推一笔。我们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推一笔，然后点一笔，然后再点一笔哈，慢慢的可以点过来，就不要一下子把它画过来，就一下子画过来，有的时候你刚开始初学者，你可能掌握不好它的这个花形的这种姿态啊，花形的姿态。好，这边画了之后，我们在这边再来点哈，这边再来加一些。好，这里再来推，那这一个花瓣就成了，这一个花瓣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那画一个花瓣，基本上它的底色就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可以回一下笔哈，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的回一下笔。回笔的时候，颜色不要太深的时候去回，来笔肚里面补充一点点水分。好，我们再来一层这个大花瓣，再来一层这个大花瓣，直接这样子推过来，停顿一下，点一下，然后再继续来推，继续来推过来。好，这个大花瓣边缘的这个大花瓣，笔尖补充一点点颜色，让这个大花瓣。那这里太平了，我可以把这个地方再加宽一点点啊，加长一点点，让它有变化一点点。然后回一下笔，在这些缺口找一些缺口的地方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这种感觉。好，这一个大花瓣，两个大花瓣，这就是外围展开的这个大花瓣。啊，一层层去展开它的大花瓣，然后一个大花瓣画完之后，我们的笔肚里面又干了，我们又得蘸一下这个底色，蘸一下底色，然后调一点这个珠标，调一点这个玫瑰红，来看一下这一个。在这里再来一个大花瓣，再来一个大花瓣，推加点的这种方式，推加点的这种方式去画这个大花瓣。好，这边一个大花瓣完成。
好，一个大花瓣画完之后，我们又要补充底色。补充底色，我们现在不加这个珠标了，我们只加这个玫瑰红，让两边的这个浅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加一点点玫瑰红。然后我们继续来画这个花瓣啊，继续来展开这个花瓣。诶，笔尖还是要有一点点深色的，笔尖要稍微的深一点点啊。好，先来一层。再来一层，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哈，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了，颜色要调均匀了才好看啊。好，继续来外围再继续来展开这个花瓣啊。我们现在调的只有这个玫瑰红，或者是你可以加一点点胭脂也可以哈，加一点点玫瑰红，加一点点胭脂进来，一丁点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还是在画这个外围展开的这个花瓣啊。来，可以来一些小的细节，来一些小的层次。来，可以大一点点的花瓣。笔肚干了，我们又加一点点水分，加一点点底色，然后调一点玫瑰红，调一点点胭脂。现在我们就加外面这一层的这个花瓣啊，加外面这一层的这个花瓣。就你现在就调整花型，看一下哪里需要去加花瓣，我们就往哪里加哈，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就加哪里。笔上干了，我们就加一点底色，那到最后我们加一点胭脂进来哈，那这个花瓣里面让它有一点点胭脂色。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太平了，我们这里再加一层。就慢慢去调整它的这个花型，慢慢调整它的外形。来，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水分，调一点这个玫瑰红，调多一点点哈，有些地方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点，有些地方颜色比较深，有的地方比较浅。来，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调一点曙红，笔尖可以沾一丁点这个胭脂。那这个缺口的花瓣，我们让它颜色最深。好，这里这一个花瓣，然后这里再来一层。这个花瓣基本上差不多，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调整的地方，这里稍微的再调整一点点，花瓣啊。这里加一个层次。然后我们再补充一点底色，来看一下这一朵花，看一下整体的这一朵花，还需要哪里加一些大花瓣。实际上这一朵花后面还有一个大花瓣，那么这个大花瓣我们要不要？那我们就还是画上吧。颜色调的有一点点深啊，颜色有一点点深，要再浅一点点，再浅一点点。把它这个深的把它遮掉一点点哈，把它遮掉一点点。那么再来一点点底色。
加大一点点。我们最后就是调整花型。来把这个，现在我们把这个没有画到位的这些角落的地方稍微加一点点深色，稍微加一点点，不到位的地方稍微加一点点，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心给补上。待会儿把花心补上，我们现在还要回一下笔啊，回一下笔，有些地方让它出现一点点深色的。有些地方我们让它出一点，用这个玫瑰红哈，用这个玫瑰红扫一些，扫一些地方，回一下笔。好，用这个玫瑰红稍微的回一下笔。就回这么多，不要每个地方都有。好，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心给加上，把这个花心加上，这朵花就完成。这一期把这个花瓣画大一点点啊，加大一点点，稍微加长一点点，把它。这朵它也是一个包菜型的，那跟这一朵的话，这朵也是包菜型的，这朵也是包菜型的，它只是说我们这一朵它的姿态会更加丰富一些。就是我们画到最后，我们在写这个牡丹花的时候，我们这个基础型的我们要会画，那到最后我们要各种姿态的我们也都要会画。来，我们画上花心，花心在这个正中间，5个瓣画出这个雌蕊。我们分5组去画花心，先平均分配。
好，这个花心，这个正面的花心，它是其实有一点点不怎么好画，不怎么好画这个正面的花心。密的地方让它很密，让它很密。有一点点这种卷起来，有一点点弯度，就是不要把它画太直了，稍微的有一点点感觉往里包，这样这个包菜型的花瓣往里包，我们的花心也稍微的往里包一点点啊，有这种往里包的这种走势。这个花心它到最后还真的有一点点干了，刚开始还是很好用的，到最后时间久了，这个太多了，有点干，有点不太好画了。好，偶尔有一些跳出来的。来，这个画线稍微的延伸一下哈，稍微的延伸出来一点点啊，稍微的延伸，让这个花心更加丰富，更加丰满。好，这个花心基本上可以了，分5组画。